据南华早报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官员透露，中美两国近期可能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层会晤，但白宫并未证实这一信息。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最快将在4月就一项旨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两党一揽子议案进行投票，内容不光涉及中美在不同领域的竞争，还包括利用所谓民主和自由对中国再次发起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几天前的两会外长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谈到中美关系时，第一句话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是联合国宪章的明确规定，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中美在内，各国都应切实遵守。中美高层或将举行会晤的信息，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来看报道。香港南华早报周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美方正同中方商谈近期邀请杨洁篪主任、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布林肯国务卿、沙利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阿拉斯加举行中美2+2高层会晤。这一会议若能成行，将是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上任以来两国高级外交官的首次面对面正式会晤。该名拜登政府高层官员对路透社说，讨论中的会议将不是总统层级，但会是非常高的级别。我们正在与中国讨论关于高层对话的可能性，我不能透露更多了，不过我会说是在近期。英国金融时报周二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可能会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一起会晤中国对等官员。报道强调，如果布林肯和沙利文一起会晤杨洁篪和王毅，这将是美国国务卿和国安顾问首次一起会晤中国官员。报道还提到，如果最终敲定，会晤很有可能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最大的城市安克雷奇举行，因为安克雷奇对双方来说将是一个地理上的中途点。路透社上周四报道，布林肯与美国防长奥斯汀计划于3月15日访问日本和韩国，而布林肯在结束日韩之行后，再返回华盛顿时就会经过安克雷奇。当地时间周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有关阿拉斯加会议的报道时表示，拜登政府与中国进行了直接接触，但目前没有敲定或确认任何细节。Obviously, the president spoke with President Xi back February 10th, and we will look forward to seeking opportunities for engagement, but we don't have any details finalized or confirmed at this point. The president and hi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will have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 the months and years ahead, but we are directly engaged. There are a range of issues we, of course, have talked with the Chinese about through those engagements. We don't hold back about our concerns, but we als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to work together. 在周三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也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应。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中国农历除夕成功通话，双方同意中美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目前我没有可以向你提供的消息。中国农历除夕当天，习近平应约同拜登通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明确了努力方向。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日在出席全国两会记者会时表示，愿与美方一道全面落实这次重要通话的成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辞旧迎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但王毅也强调，谈到中美关系，首先还是要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个原则。中美可以合作、需要合作的清单就放在我们的面前呀，包括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等。我们愿意本着开放的态度，与美方探讨和深化合作。当然，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尽快解除迄今对中美合作设置的各种不合理的限制，更不要再人为制造出新的障碍。两国元首刚刚通了2个小时15分钟通话，能讲2个小时15分钟，肯定是讲了很多问题。那么需要下面的执行官员呢，把细节对接一下，我们叫 follow up， 把两国元首交流的一些项目落实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最近呢，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发生一些事，比如说慕尼黑安全会议啊，马上举行的美国和日本的2+2的会谈啊，这些重大的事情呢要交流一下，双方不要有误判。那还有可能呢，就是为两国元首的见面进行安排，这是我大胆的预测。
在中美或将举行高层会晤消息出来的同一天，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透露，他希望参议院最早能在4月就一项旨在应对来自中国威胁的两党一揽子议案进行投票。一揽子计划将应对与中国在技术和其他领域的经济竞争，但也将包括所谓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甚至还将涉及新疆、香港、南海等相关问题。路透社报道指，梅嫩德斯称，他正与共和党人就这项议案进行合作，两党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知名国际问题专家黄静表示，为了联合盟国缓解国内矛盾，美国也需要摆出对华强硬姿态。但实际上，拜登政府也明白，美国不可能完全拒绝与中国合作。拜登作为一个比较现实的总统，他知道美国要处理跟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一些事项的重大关键事情，他没有中国的合作，他是做不成。所以现在国内的议员，他投票跟中国竞争也好，又跟中国是威胁，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两国间不可能没有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视频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说我们要加强沟通，建立互信，和平共存，竞争也可以共存的。